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两个，一个中国疫苗接种大幅落后欧美牛皮吹破了，然后是美国的一个基金中概股持仓，它持仓的中概股爆仓200亿美元震荡华尔街这是一个财经故事这个财经故事有很大的故事性那么我们等一下讲一下先讲国家卫健委3月29号公布了一个数据，截止2021年3月28号，各地累计报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161.3万剂次那么中国官方说他们每天最大的接种能力已经超过1000万剂那么也就是说接种率只有按照这个1亿来计算，那么接种率只有 7.1%， 但是理论上来说应该达到 80% 才能实行全民免疫群体免疫的效果。那么实际上按照中国现有的疫苗情况来看，7%都没到理论上应该少于 5%。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疫苗起码要打2次最多要打3次，所以实际上它就算现在接种了1亿次，它也没有达到 7%那么3月27号，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吴尊友，他在海口举办的一个疾控传播能力提升年活动做主题演讲的时候说他说在没有疫苗的时候，全球和新冠肺炎的首轮遭遇战，中国采取这个围堵策略成为赢家然后疫苗出来以后，欧美国家通过自然感染加疫苗接种双轮驱动，能更快的实现群体免疫那么在吴尊友看来，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在全球竞争中没有特别优势，希望中国能够尽快提升疫苗的接种率吴尊友说，现在全球防控进入疫苗时代后，战胜新冠最终还要靠疫苗。他还表示，围堵策略不再是中国主要的防控战略，但在局部范围仍然应用。吴尊友后来接受这个央视的采访的时候承认，央视记者就问这个疫苗保护期有多长他说不知道。他为什么？因为没有完成第3期临床，所以不知道疫苗的保护期有多长然后在意识到这个疫苗的落后之后，中国现在开始了大跃进的做法，那么各地都开始制定这个加快接种的目标江苏定出来今年年底要达到 70% 以上，广西要达到60% 以上那么各地就开始表决心那我们大概可以总结一下中国疫情发生之后出现的几个状况。第一个，疫情一发生掩盖疫情，掩盖了多长时间？拖延了多长时间？1个月的时间从我们开始知道这件事情到开始武汉封城，足足拖了1个月的时间，就是说中国没有进入全国性的动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武汉跟湖北疫情最剧烈爆发的时候，那么出现了公共医疗系统的崩溃那么武汉出现了公共医疗的崩溃，整个湖北省也呈现了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这个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道灾难整个的武汉跟湖北省的公共卫生系统一片混乱那这是造成了严重的人命伤害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全国封停全国封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个严重的后果包括2种，一种就是次生性的灾害，就是把大家关到楼里面，关到家里面，它本身就是人道灾难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
由于整个的国家处于封停状态，有很多的状况出现出来，包括其他的病人就死在家里的情况就很普遍啊，就是其他的人道灾难比本身疫情更严重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那么这种封停的方式啊，的确控制了疫情的扩散，但是代价惨重啊，代价惨重。那么这是第四个，就是控制了疫情啊，代价惨重。这个代价是谁？代价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啊。那么第五，然后当疫情控制住之后，中国就开始无耻的吹嘘他们制度的优越性。从本质上来说，它的确是有优越性。它的优越性是什么？它的优越性，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的优越性，就是牺牲民众的优越性。它可以毫无顾忌的牺牲这些民众啊，作为它达到一个政策目标的这个制度性的优势啊。那么在其他的民主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你牺牲不了民众的利益啊。所以它的制度优势就是民众付出代价的优势啊。这是第五点。第六点，第六点就是什么？第六点就是疫苗外交啊，这是非常无耻的一件事情。你想一下，中国现在自己疫苗接种的水平，就是这个号称7%，7%应该都没有，只有5%。中国自己讲，他在2月份已经研制出了疫苗，当时已经吹牛说2月份已经研制出疫苗。我们不说2月份，你说6月份已经研制出疫苗。6月份当时是正式宣布中国已经有疫苗了，成功了啊。那从6月份到现在多长？去年6月份到现在多长时间？那么这么长时间，你现接种水平还没有美国、欧洲高，什么情况啊？那么我们来讲一下全世界的情况怎么说啊？先就说欧美两国吧。欧洲国内市场专员布列东周日表示，欧盟接种疫苗曙光在望啊。他在之前表示，欧盟国家应该在7月中实现群体免疫啊。那么美国情况应该比欧盟还要好一点啊。那么拜登总统是承诺这个在今年国庆7月4号之前，美国恢复正常啊。理论上来说，他的承诺应该是5月份的时候啊，所有的成年人都要有条件去接种疫苗，这是他的承诺。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最新的数据是9630万注册，已经实现了9630万剂，占人口的 28.2%， 就是美国有 28.2% 的人口已经打了1针。那么美国的疫苗是要么打1针，要么打2针啊。那么其中有4850万人注射了接种了2剂，占人口的 14.6% 啊。那么美国现在每天可以实现270万剂注射。那么这是美国的情况。理论上来说，美国很快会实现这个1个月1亿1个月1亿应该很快会实现啊。那么俄罗斯普京星期日呼吁俄国人踊跃接种疫苗。然后俄罗斯的疫苗叫卫星5号他自己带头示范俄罗斯的这个目前的接种率只有 4% 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现在中国情况有几个。第一个，疫苗这是问题的根本。中国的疫苗好不好不知道他自己数据他自己喊出来的，他也没公布数据他只喊了一个这个保护率是多少，他没有公布他的数据这是一个。所以疫苗的数据不透明，然后疫苗本身就是它的质量不稳定不可靠。因为中国的疫苗的厂商劣迹斑斑那么
事故不断，所以它的网际不好。网际不好呢，他提供的这个他喊出来的数字没有人相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弄虚作假的情况非常严重啊，假疫苗啊，这之前就是爆出很多假疫苗，然后官方会不会这个用假疫苗？我相信官方也会用假疫苗啊，这里面就是有一堆的问题啊，就是说弄虚作假的情况非常严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民众由于前面的这两个情况，疫苗厂商劣迹斑斑，透明度非常低，完全没有透明度。然后就是政府急功近利啊，现在就是搞运动，造成什么？造成民众不信任国产疫苗。民众不信任国产疫苗，那就积极性不高，积极性不高，政府就强制性注射，强制性注射让这件事情变成什么？变成了恶名啊！所以在中国的这个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政府就是这么优越性啊。那好，我们再讲一下，卫健委29号公布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啊，这个技术指南就是你想一下，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6月份，中国已经说他们疫苗已经研制成功，到了12月份，他们已经批准了这个中国的疫苗面世，但是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技术指南到3月底才出来。所以你看看中国的事情就是混乱成这个样子啊！理论上应该是指南先面试，然后再批准，然后按照这个技术指南来做啊，这就连滚带爬啊，这就是中共的执政水平啊。那么，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因为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也会用它原有的词，本来我是用武汉肺炎病毒。但是他这文件里面这么说，我还是照念新冠病毒吧啊，这样方便大家接受啊。那这里面有几点我要跟大家报告啊。第一个，指南明确，目前接种使用的疫苗种类包括3种，一个是灭活疫苗，一个是腺病毒载体疫苗，第三个是重组亚单位疫苗，3种啊。那么灭活疫苗包括哪3家啊？就3家，一个是国药集团北京生物制药公司啊，那么叫北京所啊。第二个是武汉生物制药啊，这里武汉生物制药是臭名昭著啊，叫武汉所。然后是这个北京科兴中维叫科兴中维在香港用怀疑现在有怀疑有6个人因为注射这个死了啊。第二，腺病毒载体疫苗啊，那就是一家公司叫康希诺的这个5型腺病毒载体啊。这第3种叫重组亚单位疫苗，只有一家，叫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啊，叫智飞龙科马啊。那么它现在是这样啊，灭活疫苗2剂之间隔3周，大于3周啊。那么第2剂要在8周之内尽早完成啊，就是说你要隔着2周啊，至少要超过2周，但是呢至少要超过3周，但是又不能超过8周啊，就是3周之内，3周之后打第2剂，但是要8周之内完成第2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重组病毒疫苗叫5型腺病体载体1剂。那么重组新冠病毒疫苗这个 CHO 细胞接种3剂，就1、2、3各1种啊。那么他对这个6种特定人群有提出建议啊。那么6个特定人种，第一个60岁以上啊，60岁以上怎么说呢？60岁以上人群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
死亡高风险人群。目前4个批次上市的病毒疫苗3期临床人数有限啊，没有有力的暂无疫苗对该人群的保护效力数据啊。但是1到2期临床研究显示，该人群的疫苗接种安全性良好，所以建议接种啊。但是建议接种的这个公告后面加了个问号，很奇怪啊。这是一个60岁以上的人群。第二，18岁以下的人群不推荐接种啊。第三个，慢性病啊，就是慢性病人群啊，它就是说，在这个健康状况稳定、药物控制良好的人群建议接种。第四个，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育龄期和哺乳期的女性啊。他现在是这样说啊，他说，如果在接种后怀孕或者是未知怀孕的情况下接种了疫苗，基于对上述疫苗安全性的理解，不推荐因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采取特殊的医学措施。说人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接种了疫苗，然后发现你怀孕了，不建议人工流产，就这个意思啊。人话就这么就这个意思啊。这个跟上次的这个上海的那个专家说的说法是一样的啊，他是照读这句话。然后第二个，对于备孕计划的女性，不必因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延迟怀孕计划，现在已经改了。以前呢都会给你发个单张啊，建议半年之内不要怀孕。现在改了啊，为了什么？为了人口问题啊。目前尚无哺乳期女性接种新冠疫苗对哺乳婴儿有影响的临床数据，但基于对疫苗安全性的理解，建议对新冠病毒感染高风险的哺乳期女性接种疫苗，就是你在哺乳期，而且他建议继续母乳喂养啊。这是第4点，就是育龄期跟哺乳期的女性。第5，免疫功能受损的人群啊，这包括什么呢？包括 HIV 啊，包括这个艾滋病患者等等啊。他现在没有这个数据啊，但是呢，他还是建议接种啊，还有一个，既往新冠患者或者感染者，就是你有这个得过这个新冠感染过，或者是得过有症状。那么现有研究数据表明，新冠病毒感染后6个月内罕见再次感染发病的情况。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在充分告知的情况下，可以在6个月后接种1剂。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影响啊，我就在这里把这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有2个，第一个情况就是政府不诚实，所以政府的很多话也不能全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疫苗不可靠啊，疫苗不可靠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疫苗的数据不公开啊，你不知道它情况是什么样。第二个，这些疫苗厂商劣迹斑斑啊，什么坏事都干过，而且特别是像医院负责接种的这些机构本身也没有底线啊，也是没有信用。所以在这几个关键的领域，包括政府，包括厂商，包括这个接种机构都没有信用可言，所以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那我们讲一个财经故事，这个财经故事是华尔街上个星期五发生了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那么这个有一个基金啊，叫
我们叫家族办公室啊，家族办公室叫 Archegos 的一个这个名字 Capital Management 啊，这是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是由谁创办的呢？这个基金经理叫比尔黄啊，比尔黄这个名字听上去很像中国人，他其实是韩国人啊。韩国人他原来在老虎基金干过，老虎基金的前这个基金经理啊。那么他创办了一个家族办公室，这个家族办公室呢，他上个星期五就爆仓，爆仓的后果是什么？爆仓的后果就是很多投行就握着他的，就是跟他借钱的这个投行，就在市场上抛股票，抛他持有的股票，抛了多少？200亿啊，这个规模是很大，200亿是很大的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保证金违约。那么抛了200亿美股，而且抛的速度很快，造成这个股价的暴跌啊。那么家族办公室是什么？家族办公室是大家知道，金融服务有各个层次啊。我们之前讲过，招商银行有金葵花啊，金葵花5万块钱就够了，5万块钱还是5万块钱就够啊，5万块钱就够了啊。就你可以有特殊的服务给你，30万50万我忘记了。然后它还有一个私人银行，私人银行就要求就更高啊，要求更高啊，好像我印象中是1000万以上啊，你可以就有私人银行的服务。在美国大概也是1000万美金以上，你才银行会给你私人银行服务。但是当你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它就会有一个家族办公室，就是专门设立一个办公室，设立一个机构为你这个家族服务。就比如说，它起跳是多少钱？5亿美金。当你有5亿美金的资产，金融资产的时候，那银行就可以帮你成立一个家族办公室，为你专门进行服务。那么这个别有黄他成立的就是一个家族办公室啊，这个办公室叫我都不知道怎么读 Archegos 好像是这么读的啊。然后它这个基金呢就很特别啊，它就高杠杆啊，那然后它是什么呢？它的做法是什么？它的做法呢就是跟这些投行借钱啊，跟投行借钱，摩根斯坦利、高盛啊、瑞银啊这些机构啊跟他借钱，借完钱以后他就买股票，买股票呢他就杠杆啊，用杠杆，然后把这个股票再压回给这个叫投行。那现在如果当股价下跌的时候，这些投行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个贷款，就会跟你讲你要增加这个保证金，增加保证金来 cover 它的风险。那当他没有办法交保证金的时候，那他怎么办？他就斩仓，我们叫斩仓。斩仓就是强制平仓，强制平仓就是把你押给我的股票，我在市场上卖掉，来抵扣你这个保证金不足的部分。那当他抛着股票的时候，股价肯定会跌，股价一跌呢，保证金又不够了，保证金又不够，你又要抛，你就不断的在抛。他们抛股票是什么方式呢？他们抛股票这种方式就是要叫大宗交易，它叫lock sale 啊，就是一大坨一大坨的往外抛啊。那么通常呢，这个大宗交易是很常见，但是你一口气抛200亿美元的这种行为就不常见啊。那么抛出去的股票都是些什么股票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百度、腾讯音乐、唯品会、爱奇艺、跟谁学，还有什么呢？还有 Viacom、CBS、Discovery， 还有一个服装品牌叫 Farfetch 啊。然后这个涉及抛的就是高盛、摩根斯坦利、德银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高盛跟他的这个客户发这个电邮，说呢，他们已经卖掉了股票啊，卖掉股票。
然后这个他们损失没什么损失啊。德银也说啊，他们没什么损失。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卖了多少哈？我看一下哈，卖了多少？摩根斯坦高盛卖了105亿，然后摩根斯坦利卖了80亿，然后还有德银，还有其他也跟着卖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结果这几个都跑掉了，谁没跑掉？野村没跑掉，瑞信没跑掉啊。野村3月29号啊发公告说，这个美国的子公司在3月26号和一客户交易中遭受重大损失，估计对客户的索赔约为20亿美元啊。那这是客户呢，肯定就是这个了啊，这个标黄了。那么同一天，瑞士第2大投行瑞信啊公告，一家位于美国的大型对冲基金未能履行瑞信和他的这个保证金要求。那么英国金融时报估计，瑞信的损失在30亿到40亿之间。好，我们来讲讲这个标黄，这是个什么样的才子，能够搞出这么大的祸来？标黄今年是57岁啊，他是生于韩国牧师家庭，后来去美国留学啊，然后就读加州伯克利大学啊，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经济学专业。96年加入这个老虎基金啊，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些名校的毕业生是去哪里？名校的毕业生为什么要去名校？去名校，他们毕业生就跑到这些地方去啊。老虎基金啊，老虎基金他就负责韩国市场权益投资啊。那么2001年在纽约创立老虎亚洲基金。他在任职期间，老虎亚洲基金被美国证监会指控，在2008年到2009年初，利用内幕交易在亚洲市场操控股价，涉及两只股票，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建设银行，两只股票啊。那么与此同时，香港证监会也指控毕业黄得到了中国银行跟建设银行的股票配售的内幕消息，获利500万美元。那么在此之前呢，老虎亚洲基金每年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6%，非常厉害，明星啊，这是明星。但受到内幕交易的指控的影响，基金规模大幅缩水。2010年，从2010年的30亿美元降到12亿美元。然后2012年12月12号 ，SEC 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告。毕业黄承认内幕交易获利，罚款4400万美元啊。那么与此同时，香港证监会也对老虎亚洲基金发出禁令，那么这个基金不得不转为这个家族办公室运作啊。那么毕业黄关闭了他的对冲基金啊，成立了一个叫 Archegos 的这个家族办公室啊，成立一个家族办公室。然后他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加杠杆啊，加杠杆，高风险加杠杆啊。他那个交易员说这个毕业黄呢，每一块美金要加好几层杠杆，那就杠杆就非常高。然后他就成为华尔街的投资大鳄啊。那么之前呢，高盛是不跟他往来。高盛不跟他，因为他被 SEC 指控嘛所以把他列为黑名单过去2年，高盛改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变成大鳄了，他每年这个几千万的这个叫什么佣金交易佣金那有吸引力，所以呢，高盛把他从黑名单上去除，变成主要客户，借钱给他，借给他几十亿美金借给他。然后还有谁呢？摩根斯坦利瑞信等等，包括野村都跟他借钱给他，给他借钱，他就高杠杆炒什么呢？炒中概股炒中概股。但是上个星期五就爆仓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我认为现在媒体上没有说，但是我觉得中概股是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呢？就是 SEC 就是美国证券监管委员会3月24号
报仓是26号，3月24号公布了一个53页的这个公告。这53页的公告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叫外国公司问责法。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其实就是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要提高他们的透明度，有信息公布的要求，有信息公开的要求，有它符合美国的审计要求的这个规则。如果你3年之内你没有达到满足他的要求啊，你就要退市。所以他用了53页的公告来解释我怎么操作，我的细节怎么操作。他上来就会把如果你没有满足他的信息公开的要求，他就会把你列入相关公司的名单，然后连续3年你都在相关公司名单上面，那么你就第3年你就要退市啊。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很明显，中概股是有问题的啊，中概股等于就是3年之后中概股全部都要退市。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国跟美国的法律是对立的啊。中国本身的法律规定，你不可以把你的会计存单存底，就是我们叫什么，那个叫凭证，会计凭证，你的会计凭证不能出国，你只能放在你的办公室啊，保留3年时间。那这是中国的法律规定。然后这个美国的法律规定什么？你必须给我看凭证，我有权去查看你的凭证。那如果我有权查看你的凭证，然后中国又不允许你把这个存底拿出来，那这个法律是对着的。你要么违反中国法律，你要么违反这个美国的法律。所以毫无疑问，在中概股273家中概股啊，在3年之后一定会退市啊，这是没有疑问的啊。那么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在24号发生，然后在上个星期五，这个比尔黄就爆仓了。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因为他手上握的一大堆中概股啊。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呢？比尔黄将面临巨额的这个追讨，我估计他又要坐牢啊。这家公司应该会保不住的啊！现在所有的人都在问他要钱，还钱啊！你想一下，他用这么高的杠杆去炒股票，然后当他出现保证金违约的时候，实际上呢，他已经回不来了，因为你不断的在抛售的时候，当你一抛，股价又跌，股价再跌，你再抛，实际上它会产生巨额的亏损。这个窟窿堵不上。这是大概这件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你一口气扔掉200亿，那这些股价都很可怕啊。百度在亚洲时段港股跌了4%，继续跌4.95%，然后是美国之前是跌3%。那其他的中概股，就腾讯音乐涨了2%，唯品会再跌2%，跟谁学跌4%。然后3月29号，腾讯午盘开市，突然有一个大宗交易，股价跌3%啊，然后有所反弹，全天跌1.29%，美团跌7.28%，快手跌6.21%。威盟集团跌6.07%啊，然后恒生指数跌破8000，恒生科技指数跌破8000点啊，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说你可以陆陆续续的看到一些影响开始发生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总结一下2点。第一点，中国在疫苗没有发生之前啊，没有出来之前，面世之前，用这种封停的方式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当疫苗面世之后啊，全世界都跑到前面去了，中国变成落后了。
这件事情再次证明，中国吹嘘的制度优势其实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前提，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优势。但是归根结底，大家知道，疫情归根结底是靠疫苗来解决。如果中国科技不发达，你没有办法在科技上追赶，那你就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优势。真正的优势是什么？真正的优势是3点。第一点，科技；第二点，政府的运作管理；第3点，全社会的配合。就是要有这3点，你才能取得真正的优势。而在这3个方面，中国都不具备啊，所以中国没有优势。所谓的优势都是吹出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上周五发生的这个华尔街发生一个这个爆仓事件啊，中概股终于爆仓啊，好吗？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今天非常抱歉，我又迟到了啊！今天因为实在内容非常的多啊，我也之前准备了若干个题目，但是我觉得今天我最终选择的是今天这2个题目啊，这2个题目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更有价值。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拜登政府的这个基建计划啊，拜登政府的3万亿基建计划，我可能会放到晚上来讲哈。好，那我们进入互动啊，那我尽量的保持我们准时开始，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像今天啊，今天因为的确是实在是新闻太多啊，我今天准备了4个主题，但是最终用的2个是最后准备的主题。这种事情会经常的发生啊。有些网友会提出来说，王老师，你能不能提前1天公布之前的新闻这个直播的内容？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开播之前1秒钟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啊，因为每天的新闻都在。我希望是我们能够保持我们最新的这种内容啊，所以我们是不可能提前预告的。好，看一下大家观点啊。观点，国内民众普遍还有疑虑，日复一日的舆论控制让人不敢轻易相信政府宣传。其实大家都不傻，涉及切身利益，自动切换为理性思考。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很难给大家建议啊，因为如果你不接种疫苗，那么其实是有风险啊。那你接种疫苗还是有风险啊，所以中国政府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制度性的问题啊。我会不遗余力的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中共不断的在吹牛啊，不断的在吹牛啊，洗脑，所以我要不断的讲啊。情况，我爸说加拿大的疫苗平均存量是每人5剂，疫苗多的打不完，一边酸加拿大，一边说中国给非洲国家送疫苗。我反驳说，中国宁愿送给外国，也不给自己国民打，你还调侃其他国家，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非常正确啊。一个民选的政府，他的行为是什么？跟一个独裁政权的行为当然不一样啊。情况，春节后台干返陆，收到免费接种疫苗的通知，过了2个礼拜，公司陆籍同仁也收到免费自愿接种疫苗的申请通知，陆籍感觉接种意愿一半一半，台籍几乎是全部拒绝接种。有趣的是，党认为好的东西优先给外人啊。情况坐标山东威海，各个村里下通知，所有户口在本村的可以报名打疫苗，免费打。情况，家人在医院上班，普通护士，每人每天300人名额打疫苗的任务，完不成扣钱，每人打300，我的天，怎么打？300，一个人5分钟，那1500分钟打几个小时？我的天，
中间不用喘气儿啊。情况坐标上海，我和我夫人都是中学教师，在不同的区。这几天学校开会，要求前一阵子没打疫苗的教职员工一定要在4月底前完成接种，说是上级的命令，但没有红头文件。教工大会上说，国家将在7月打开国门，为了不让外国疫情传入国内，所以大家都要打。身边的同事都说，国产疫苗领先国际，一脸的自豪。微信朋友圈都在发国产疫苗有多好。教师群体也有粉红占绝大多数，好无助。我听王先生1年半，虽然身在黑屋子，但是我知道屋外有光，谢谢。坐标浙江3线城市公务员，我们如果不想打疫苗，必须出示医学证明。社区人员每家每户辖区商铺发传单催打疫苗。情况坐标湖南永州，学校开始要求全体人员接种疫苗，就要搞运动了，大跃进啊。情况坐标上长沙，这边最近发信息给民众，要大家去免费接种新冠疫苗，还有发信息告诉民众要注册数字货币钱包这样来了。情况坐标山西，上周六上午，体制内组织打中国疫苗，个人没掏钱。疫苗同意说明书说明没说成功率多少，只说不能保证100%成功。接种后观察30分钟，需要打2针，2周后再打1次，看不出是哪个厂的疫苗。疫苗是预制在微型一次性注射器里，用完就扔，普通中国人没得选。情况坐标东北的资源枯竭城市，今天得知上级政府给社区派接种任务，但是人民是聪明的，都不去扎。社区书记搞人头动员。情况坐标苏州，社区已经宣传免费接种疫苗，说是4月底18到59岁群体一定要打要打一定比例OK。情况坐标美东，预约了本周打疫苗，我们州还在 Phase 1， 普通人应该在4月下旬和5月能预约到打疫苗了。情况坐标南加州，目前差不多已经成年人全部开放打疫苗，周末打了第1剂，采用网上预约的方式，从到现场到接种完毕到离场，包括15分钟等待，可能出现不良反应，共耗时35分钟，高效有序。对比国内排队打疫苗的场景，只是流程设计和现场管理就不在一个水平上。那没办法，那是没办法比，这就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啊。提问坐标新加坡，新加坡前段时间收到中国的疫苗，但是没有人打，本地人打的都是美国的疫苗，请问新加坡接受中国疫苗是不是政治原因？但是接收了也不打，明显的是得罪中共吗？接收政治原因，新加坡反正跟中国也是在搞关系嘛，新加坡很清楚，他离不开中国，所以你看李显龙的态度很明显、很明确的嘛，疫情这件事情，李显龙一直坚定的站在中国一边，所以接收中国的疫苗，这没有，我不觉得意外啊。但没有人打，就说明老百姓还是很清楚的嘛。情况群体免疫很难完全做到，直到青少年都能打疫苗才机会大。在美国，应该在秋天16岁以下的疫苗就会有了。现在巴西得病的人平均年龄越来越年轻，也有不少16岁以下的人，而且症状和成年人不同。理论上来说，就是人群如果有80%的人能够实现，就是能够有抗体，理论上就是抗体一打疫苗就是会产生抗体。如果有80%的人都能够有抗体，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病毒的传播率就会很低它就没办法传播出去，那就产生了这个群体免疫所以青少年本身它的这个感染率就很低
就跟他本身身体状况是有关系的。所以理论上来说，我认为理论上来说，美国应该会在6月份左右就实现了群体免疫啊。那你说完全这个事情，我们不要谈完全好吗？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的事情啊。观点不管疫苗真假，全民注射可以达到2个目的：第一，向世界宣示中国抗疫和疫苗成功；第二，限制国人出国。如果西方国家实行疫苗认证签证，达到勾兑的效果；第三，向国外推行疫苗外交。提问：关于国产婴幼儿疫苗，以前的少儿疫苗都是靠日本无偿捐助，中国为什么不花些钱买点安全的疫苗，又不差这些钱，而非要国产劣质疫苗，每年造成那么多婴幼儿死亡和残障？为什么？他不愿意啊，他不愿意花这个钱，他情愿这个钱给拿来做外交啊。他为什么？因为你们手上没票啊，他不给你打，他又不会损失什么，对吗？所以这个问题啊，核心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概股的退市怎么返还给股民购买股票的钱？你现在可以卖啊，给你3年时间你都不卖，我不知道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啊，对吗？是这个问题啊。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周期拉到3年时间？那3年时间你都不肯卖，我不知道后面的情况怎么处理，我不知道，要看那个 SEC 的那份报告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者，你非要去买，你还让别人退钱，我不知道你这个中间的道理是什么。提问：中概股的美国退市会对中国国内的股票的影响是必须的，请问这2个市场的联系是什么？这2个市场没什么联系，没有资本的关联啊。提问：请问中国政府会不会给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开绿色通道呢？譬如凭证出国，你说的是什么？凭证出国是什么？不明白。请问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来发行货币，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是把钱借给商业银行吗？央行自己的钱是怎么产生的？好问题。央行自己的钱就是写一个6，它就出来一个6，写一个5就出来一个5，这就是它这么产生的。它就是个发钞机构，它就是这么产。以前写一个6，我要把一堆黄金放到地下室，那现在不用了，直接写6，所以就是这样产生。它的发行对象当然是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跟商业银行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借贷关系，就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钱，那叫再贷款。那么中央银行把钱借给他，那就他手上就握着一个债权，这个债权就是钱。然后中央银行手上还会握着什么呢？握着国债啊，国债也是他的投资工具。他跑到国债市场上去买国债啊，他买国债的时候，人民银行手上就是钱就到了市场上去啊。当他把国债卖掉，他把钱再收回来，大概就是这样啊。提问：央行号称数字货币是匿名的，请问他们是否会真正允许匿名？我不相信它是匿名。匿名对你是匿名的，对他也是匿名的，但对中央银行是不是匿名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心化的货币。中心化的货币什么意思？就是它有个服务器是控制这些货币的，它只要去数据库一查就知道这个钱在谁手里。所以匿名这件事情号称是匿名，但我不相信它匿名，而且我不相信中共会匿名。对中共可能对其他机构匿名，但是对中央银行肯定不匿名，对公安局不匿名，所以这件事情不要相信它，我不相信。情况坐标北京，学校之前隔一天就填问卷统计打疫苗情况，这周突然要求不能打的要2、3级医院证明。 OK， 新加坡疫苗情况更正，不是没有人愿意打，是因为还没有通过相关部门审批。
据称是在等生产商提供进一步的数据。接收中国疫苗是去年年中下的单，广撒网确保有供应。OK， 啊，那新加坡还是蛮聪明的，买了啊，我要买完之后，你要给我数据啊，数据有了以后我再审批啊。OK， 这个比较聪明啊，又不得罪你，然后又实现不了啊。情况，国内的亲戚告诉我，疫苗从年轻人开始打，现在打到59岁了，还没有轮到老人，好奇怪，其他国家都是从老人开始打，中国怎么反过来？疫苗质量不好吗？疫苗质量不好，所以他从年轻人开始打。情况，坐标深圳，沙井的居民收到小区发的信息，呼吁大家一定要打疫苗，不打不准进社区，不准进大厦，不准乘车这就是低人权状况的一个方法啊。情况，德州从今天起，所有16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打疫苗。OK， 提问王老师，请问如何评价近期布林肯说不追究病毒源于中国的责任？我看到了，说明他不想用这个工具，近期不想用工具。近期不想用这个工具跟拜登政府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我之前说过，拜登政府在近期之内不会升高跟中国之间的对抗因为它的重点还是要在国内。所以你可以看美国跟中国发生的这个对抗都是中度烈度的对抗。你比如说你比如说是像那个叫什么新疆人权的议题我相信下一步就是香港议题。香港议题我觉得拜登政府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因为香港议题非常敏感，一动起来应该非常大，所以我不觉得香港议题美国会有实质性的反应基本上他们的想法差不多所以布林肯说他不计划追究这个责任，我觉得大概是一个整体的方向是一个这个方向我不意外等他有一天跑出来讲不行，我们发现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太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要认真的讨论一下，看看中国政府需要负什么责任。当他跑出来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知道美国政府要把这个对抗要升级了提问，邓小平南巡讲话讲到，中国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任何一条就死路一条。请问习为什么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与世界为敌？因为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我们要伟大复兴伟大复兴是谁喊的？伟大复兴是希特勒喊的，就是纳粹我们要伟大复兴，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没办法回答。就整体我们要用很长时间来解释习近平的这个转变的过程但是没有疑问的是2点。第一点，他把很多之前改革的再改回来了他改回来，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还是不忘初心嘛。你一上来就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你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把宏基插遍全球共产党的使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把宏基插遍全球虽然他一直不讲，一直天天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不讲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我告诉你，你就打开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你再打开共产党宣言，你就知道习近平讲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就是把宏基插遍全球所以就是这个所以至于他怎么变，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讲过很多次你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视频，我们有很多视频在讨论这个议题，好吗？提问，给老人接种中国疫苗，按中共的尿性，中共其实是希望消灭老龄化人群。OK， 这个有点过吧。
观点：坐标台湾，非常喜欢参与周日的 Clubhouse 直播，听到网友的声音很有温度和感受，特别是可以听到身处世界各地中国网友能理性的提问与很有见地的意见。王老师，你的努力一定会影响更多的华人，谢谢。我会坚持每个星期天，让这个 Clubhouse 跟 YouTube 双平台直播，每个星期天都会发生，好吧？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也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啊。情绪坐标多伦多，天天坐等王老师的节目。我曾经是一名文字工作者，知道做一期这样的节目背后要做大量的资讯收集分析，1个小时的节目至少有3-4个小时的准备。谢谢王老师的辛勤工作，谢谢你啊，谢谢你我的同行啊，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需要很多时间的准备，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准备的工作量的问题，而是我们需要准备一个高品质的节目，我们需要更好的内容。那么这种高品质的节目取决于什么？取决于2点。第一点就是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新闻啊，这就是靠天吃饭的部分啊，这是第一个。新闻本身很重要，你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新闻的时候，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属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为这个新闻做了哪些的准备啊？就是说一个我们讲符合质量要求的一个专题，它的构成是什么？我们每天准备出来的题目是不是完备的构成？一个完备的构成的专题，大家就会觉得很有兴趣，就是这样啊。情况：家人在内地中小企业1到2月销售额报告被主管部门调整数据，提高了60倍，好吧？OK， 这就是中国的统计数据啊。好，明谢 John Snow， 谢谢魏唐，谢谢Charles Chen， 谢谢小颖，谢谢10月天，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